历史上，开国君主对功臣各有不同，有的为求政权稳固，兔死狗烹，如汉高祖杀韩信；有的大度容人，如唐太宗莅临燕阁封24功臣；还有的介于两者之间，如宋太祖杯酒释兵权。在这些人里面，明太祖朱元璋也算是独一档，基本把明朝开国功臣杀个精光。在被老朱杀的这些功臣里，有一个人比较特别，那就是他的亲侄子朱文正。朱文正不仅是朱元璋的血亲，更是首位被杀的功臣，甚至在打败陈友谅后，明朝未建立前就被朱元璋鞭杀。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，当年明月平元末明初各大名将，朱文正排名第5，仅在徐达、常遇春等人之后，甚至还在开国6公爵之一的邓禹之上。可就是这样一位名将功臣，却不得善终，被朱元璋亲手鞭杀。他到底做了什么？早早被朱元璋杀死。朱文正是朱元璋大哥的儿子，朱元璋早年出来创业，两人有10余年未见面。后来朱元璋参加红巾军，被郭子兴亲眼相加，娶了郭的义女，渐渐开始发达起来。朱元璋重视亲情，想把剩下的亲人接过来享福。战乱之年，生存不易，最后只找到大嫂和大侄子朱文正两人。那时朱元璋还没有孩子，所以对侄子非常好，视如己出。朱文正也没有辜负老朱的期望，他虽因家贫没有读过几年书，但学东西非常快。朱元璋令人叫他兵法谋略和诸般武艺都学得有模有样。后来随着朱元璋南征北战，立下汗马功劳。有一次老朱问他想当什么官，要什么赏赐。朱文正回答：不急，叔父你是干大事的人，跟着你何愁荣华富贵？如果赏赐先赏我这个侄子，怕不足以服众。后来朱元璋在南京改制，政务方面设立左右相国，军队方面则设立大都督府，统管所有军队。而大都督这类似兵马大元帅的职位，便交由朱文正担任，可见朱元璋对这位侄子的信任和看重。但对朱文正，朱元璋手下人颇有微词。野史记载，朱文正为人肆意妄为，常常流连烟花之地，颇有纨绔子弟肆意作恶之意。不过在打仗方面，朱文正够争气。在决定朱元璋和陈友谅生死的关键之战，朱文正以2万对60万，硬抗陈友谅85天，尽显名将风范。朱文正真正成名的一战在洪都。元末明初，群雄并起，朱元璋作为笑到最后的真命天子，却只碰到了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敌，那就是陈友谅。朱元璋曾说：有谅亡，天下不难定也。可见老朱对他的重视。而陈友谅也是识货的人，把朱元璋列为头号敌人。元朝还没咽气，两人就开始了互掐。在两人最后的鄱阳湖决战前，最重要的一场战役是洪都。朱元璋说：洪都控引京、粤、西南之藩平，得洪都，去陈氏一必矣，非骨肉重臣不可守。所以朱元璋派朱文正镇守此地，还有名将邓禹辅助协防。1363年，陈友谅进起大军，率领百官将士60万进攻朱元璋。进攻的第一站就是洪都。可洪都城里仅有2万士兵，兵力达到悬殊的30比1，而且洪都作为大城，有个弊端，那就是门多，足足8个大门都需要派人防守，这就非常考验将领的能力了。一方面要鼓舞士气，另一方面就是需要高超的指挥才能，能在8门之间合理的调兵遣将。而这一切朱文正都做到了。他在陈友谅进攻前做最后动员，以自己最高指挥官和朱元璋血亲的身份，声明绝不后退一步，与洪都城共存亡。之后又排兵布江，在仅有的兵力下，还留下了2000的预备队，随时支援各个城门。洪都之战将创造史上防守战的一个奇迹，也成为了陈友谅的噩梦。至正23年4月24日，天才微亮，陈友谅带领的汉军就蜂拥而来。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四面开阔易于进攻的抚州门。战争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，作为主攻方向的抚州门迎来一波又一波的敌人。陈汉军队整整进攻了3天3夜，终于在第4天攻破了城门。朱文正这边则早有准备地拿出了火铳，靠着火铳的威力才能勉强以少胜多。这场仗打得非常激烈，抚州门前成为名副其实的绞肉机，连朱文正都受了伤。
陈汉军队也承受不住如此巨大的伤亡，士气尽丧，只能鸣金收兵，来日再战。可后来，陈友谅无论是陆战还是偷袭水道，都被朱文正看破，并狠狠地打了回来。战事最激烈时，朱文正身受重伤，仍不下火线。他站不起来，就让属下将他绑在旗杆上，用以鼓舞士兵。当时朱元璋分身乏术，朱文正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，身先士卒，洪都以2万对60万，足足守了85天。朱元璋当时在干什么呢？张士诚派人攻打安丰的小明王，小明王韩林儿是红巾军名义上的领袖，为了收拢红巾军人心，朱元璋不能不救。于是朱元璋对洪都来的信使说：“归于文正，但坚守1月，吾当自取之。你给我大侄子说，再坚守1个月，等我回来后，自会取陈友谅的人头。”一个敢说，一个敢信，朱文正竟然真的足足守了3个月。2个多月后，朱元璋率领20万大军支援，陈友谅只好撤退。洪都之战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，战略意义极其重要，还消耗了陈友谅的有生力量，导致陈友谅在鄱阳湖被朱元璋全部歼灭。此战决定了朱元璋的王图霸业，也改变了元末明初的整个局势。此战中，朱文正居功至伟，连明史也不讳言江西之平，文正功居多。然而此战过后，论功行赏，朱文正没有得到任何奖赏，甚至导致了他的生死之祸。朱元璋在鄱阳湖之战大胜陈友谅后，论功行赏，诸如徐达、常遇春等人皆有封赏，可对立下奇功的朱文正却没有任何表示。朱文正非常不服，气得肺都炸了，甚至开始失态。他无故鞭打手下的士兵，还带领手下士兵去劫掠妇孺，做了一堆糟心事。这些事都被一个叫李隐彬的按察使看在眼里，上报了朱元璋。朱元璋把朱文正叫回南京亲自审问，两人发生激烈争吵，朱元璋气得用鞭子狠抽了朱文正。在之后，朱文正被软禁于桐城，重伤忧郁而死。朱文正的死因在明史中一直遮遮掩掩，甚至《明实录》猜测朱文正与张士诚私通，这很明显说不通。就算张士诚当了皇帝，他能给的难道比朱元璋更多？实际上，《明实录》里的另外一笔更让人信服。《明实录》记载，朱文正守江西，逐骄淫暴横，夺民妇女，所用床榻剑以龙凤为饰。所用床榻剑以龙凤为饰，这句话才是朱文正真正的死亡原因，也是朱元璋不愿意在战后对朱文正进行封赏的真正原因。要知道，朱文正彼时已经位列大都督，在官职上已经生无可生了，再加上他的朱家血脉和立下的战功，已经对朱家的皇位产生了威胁。朱元璋不见得知道南北朝时期萧道成的故事，但他天生的对政治的敏锐让他及时察觉到了威胁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是聪明人，就会退让自污，甚至不再主动上战场，请求做个闲散王爷才能躲过一劫。可朱文正偏不，还满口怨言，并且按有关史料记载，朱文正的确有意志。《御制纪飞录》中记载，朱元璋向朱文正的儿子晋江王朱守谦说道：“大逆之道既泄，朕恐为人所憎，特召而面审之，其应之词，虽在神人亦所不容，其逆凶之谋于推于广，由是鞭后而故。”可见，在南京朱元璋审问朱文正时，朱文正城府不够深，气急攻心，把自己的谋逆之心说出了口。朱元璋用鞭子狠狠教训了他，最后朱文正伤重而死。了解朱文正的死因，可能有人会觉得罪有应得，可朱文正当时只是一个不过20来岁的年轻人，不知天高地厚。何况事实上，他也没有做什么实际的谋逆之举。朱文正固然对明朝立有大功，可他本人私德也有亏，曾纵马强抢民女，野史中的花天酒地也不是空穴来风。而朱元璋却变成了一个政治动物。为了保证他的政权稳固，他不仅大肆杀戮以前陪自己打天下的老兄弟们，连自己的亲侄子也没放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朱元璋这人在历史上却是有名的重视亲情，从他重拾封藩制度就可以看出，其中8个亲生儿子封了9个藩王，多的那个就是朱文正的儿子朱守谦。